All aboard！ Hello， 大家好呀，这里是火山手的小史，欢迎收看今天的火山鬼话。好啦，距离上一次火山鬼话其实也有一段时间了。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最初的那些版本的火山鬼话？一开始呢，都会给大家准备一道开胃小菜，通常都是一些真人的故事啊，或者一些网友的投稿啊，或者是一些别的小段子之类的。以往那些比较传统的火山鬼话内容都会跟大家聊那些世界上有传说和故事的地方啊，或者一些都市传说的故事之类的。而今天的火山鬼话会特别的纯粹，因为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真正的故事。而且是真人经历的鬼故事，当然了，鬼是诡异的鬼。好了，话不多说，我跟大家保证，这个故事是我这段时间来听过的最带感的故事，而且呢，还跟我也有关系。话不多说，我们赶紧开始。今天的故事呢，来自于我的一个好友，一次再平常不过的聚餐却勾起了他尘封的记忆。事实上，这个故事真正的结尾以及令人感到毛骨悚然的部分，正是来自于这次饭局的一次闲聊。酒过三巡呢，除我和故事主人公外的第三个人聊起了他老家以前的乌龙趣事。他说呢，他老家是甘肃那边的。老一辈过去的条件实在是太过艰苦了，很多人呢可能饭都吃不上，过世之后呢也远没有南方这边兴师动众，都是呢卷个草席山上一放，或是随便找个地方草草掩埋便是了。以至于当时还出了一个非常乌龙的事件，他的三伯呢当时也由于没有饭吃，营养不良直接就昏死了过去。他的家人以为他不行了。于是呢，裹上了草席，送上山上，准备过2天找个地方埋了。可谁都没想到，第2天三伯自己走回了家中。原来呢，他只是饿得昏了过去。这个朋友呢，当时很轻松的把这件事情当成笑话讲给我们听。说实话，我确实觉得蛮有趣的，但是由于涉及对方家人的问题，我不敢笑得太明目张胆。可当我转头呢看向今天这个故事真正的主人公之时呢，我才发现他面色凝重，感觉好像想起了什么很不堪的往事一样。于是乎在我的追问之下，才有了今天的故事。以下呢，为了更有代入感，我将用第一人称的方式来复述他的离奇过往。故事呢发生在一个童年的夏天，准确来说呢，我也不确定这个是不是故事，因为它没有那么真实，但确确实实的出现在我的人生里。夏日炎炎又到了一年暑假，我的老家呢是浙江沿海一带，每到暑期我的父母都会把我带回老家过暑假。说实话呢，其实我并不喜欢。因为乡下的老房子非常的热，蚊子也很多，老人呢白天是不舍得开空调的。但是呢，父母的工作是非常忙碌的。当时作为一个小孩，其实我完全没得选。好在呢，乡下有好多同龄的小孩可以一起玩耍，所以也就罢了。说起浙江一带江南水乡的好，自然是不必多说的。而在我眼里这个地方一直有一个很平常又特殊的存在，那就是老一辈的土葬。相信大家时至今日坐动车或者开车路过浙江一带的时候，都能注意到在很多山的半山腰上竖立着大大小小的坟包。这些坟包不像大城市里那些规划过的天价墓地整整齐齐的排着队，更多的是不规则的坐落在山的各个位置，毫无规律可言。而且很多先人的这些所谓的风水宝地与现在的这些墓地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底下埋的多数不是骨灰，而是真正的遗体。当然了，这些呢都是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因为这些都太稀疏平常了，所以呢从小时候开始，我就对这些坟包没有任何恐惧感。一个再往常不过的下午我从小卖部买了滑炮，想和伙伴们一起去炸牛粪。那个时候的交友成本其实是非常低的，你并不需要知道和你一起玩的小孩叫什么，住在哪儿，只要呢大家一出现一群小伙伴就自然而然的玩在了一起。然而那天确实出了奇，在村子里溜达了整整半天，我一个小伙伴都找不到。于是我百无聊赖的走在田边，想着来都来了，找个牛粪炸炸解解闷。正巧我看到一个老头也在田边瞎溜达，我觉得很新鲜，因为我们的村子不大，而这个老头呢是我没有见过的老人。然而我也很快的说服了自己，因为我毕竟只是一个暑假才来的小孩，不熟悉呢也正常。那个老爷爷看到我一个人，随即问我在干什么。我告知了他我接下来想要做的事情。这个老人呢一听到我接下来准备去炸牛粪便哈哈的笑了起来，并且答应帮我一起去找。随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们找遍了农田里的牛粪，然后挨个炸了个遍。说实话呢，这段记忆其实已经相当模糊了，但我们依稀记得呢，屎花满天飞，而我们也乐得
地笑开了花。虽然我已经记不起那个老人的具体模样，但我依稀记得他笑得非常爽朗，让人一下子就有亲近的感觉。用现在的话来讲呢，就是感觉遇到了一个忘年交吧。于是呢，我便随口的问起他认不认识我的奶奶啊，他住在哪里啊？我有些不记得啊，他是怎么回复我的，只记得他说他住在山上。很快呢，买来的滑炮就用完了，但当时我们都意犹未尽。这个陌生的老爷爷突然说要带我再去买一盒，我自是高兴不已。要知道那个时候我并没有太多的零花钱，一盒这样的滑炮呢，如果爸妈不来，1个礼拜家里的老人给买1盒都是稀奇的事情。所以啊，我自然没有理由拒绝，拉着他前往了小卖部。走着走着啊，我才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情，这个老人啊，从见面到玩了这么久的滑炮之后，都一直戴着一副手套。怎么说呢，就是一副棉手套，准确来说啊，就好像是现在的劳保手套。其实这种造型啊，在农村里也是非常常见的，一些干活的老师傅呢，都戴这种手套。可是现在啊，毕竟是炎炎夏日，一整个下午戴着这样一副手套，难道不会热吗？更奇怪的是，这副手套好像很不适合他，手指的指缝前面长了至少1节的长度，就好像我戴着父亲的皮手套一样，长出了一大截。然后呢，我便不假思索地问他为什么戴着一副大了那么多的手套。老爷爷呢，突然停下了脚步，当时笑嘻嘻的表情啊，消失不见了，只留下一个非常平淡和漠然的表情。他把视线转向我，并没有说任何话，只是慢慢地摘下了他的手套。我顿时啊，被眼前的一幕吓了一大跳。原来啊，不是这个手套大了1截，而是眼前这个老人的手指啊，短了1截。虽然感到非常的不安，但是好奇心啊，还是驱使着我仔细打量着这个老人手掌的细节。眼前老人的手指啊，非常的不自然，或者说非常的骇人。不全然是因为啊，这个老人家的手指比别人短，而是因为呢，比例失调的伤口所造成的。更准确说啊，这个老人手指的断处啊，都是不规则的伤痕，虽然愈合了，但仍然触目惊心，就好像是被磨断了又重新长好了一样。不等我细想，老人又带回了手套，并往小卖部的方向走去。但是呢，此时的我早就没了玩下去的欲望，可能呢是因为年纪太小，承受能力啊相对差了点。刚才老人手上的伤口呢，让我感到非常的不安。玩耍带来的好心情啊，也是荡然无存。我当时唯一想的就是快点离开这个老人家。于是乎啊，我就随便找了个借口说要回去。不知道当时是年纪太小，不懂遮掩内心啊，还是这个老人心思细腻，他的神情呢，好像看穿了我的心思。他双手往后一背啊，弯下腰和蔼地跟我说，想回家就早点回去，如果明天还想玩，就来山上找我吧。但此时此刻的我已经完全不觉得老人亲近了。虽然呢，他并没有做错任何事情。我假意啊点了点头，没有说话，就快步跑回了家。回家之后啊，我自然是和奶奶说了这个事情，还询问了奶奶是否认识这个爷爷。奶奶呢，也只是回复她完全不知道山上还有人家，之后就再也没有理会我了。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啊，我都和往常一样，和附近的小伙伴一起打打闹闹，无忧无虑的度过了每一天。直到这个暑假结束啊，我都再也没有遇到那个老爷爷。很快呢，也就忘记了这回事情。转眼啊，无忧无虑的童年就过去了。快到而立之年的我呢，也许久没有回老家了。一年呢，我回家探望奶奶，刚回到家中啊，就听到附近的老人抱怨了起来，说是啊，附近要建设公路和修水库什么的。总之，山上的林道啊、河道啊，要做大量的工程改建。这当然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情，但这样一来，就对于很多把先人葬在山上、河边的老一辈来说，迁坟就变成了迫在眉睫的事情。之前跟大家说过，很多因为历史遗留的问题，很多人家的祖坟啊，还都是土葬。通俗点来讲呢，也就是说需要把完整的身躯挖出来，再去找别处合适的地方。我们家的祖先呢，属于外来人口，祖坟什么的根本就没有，所以啊，也就没了这方面的烦恼。可周边的人家自然都在抱怨着迁坟什么的，真晦气。过了几天啊，我百无聊赖的在村子里走来走去，一边走啊，一边回忆着童年的往事。走着走着啊，我就看到了一座离村子最近的小山。而浙江一带的山呢，虽然海拔不高啊，但是密林居多，而且非常陡峭。此时的空中啊，下着毛毛细雨，湿度和温度可以说是达到了完美的平衡。眼前的小山呢，云雾缭绕，可以说啊，是把江南水乡的美压缩得淋漓尽致。于是乎啊，我鬼使神差的产生了上山去看看的想法。没走多久，我就发现这个山上特别的热闹，山上大大小小的坟包到处都是。当然，我说的热闹不是指的这个，而是之前说啊，因为造路啊，很多祖坟的迁徙工作已经开始了。这不趁着假期啊，好多人家都请来了工人师傅来帮忙解决问题。山上呢，也时不时啊能遇到好多人正在动工。在一处林道的转角，我还遇到了一位发小，我们俩啊也是许久不见，一见面就非常热情的攀谈了起来。过了一会儿呢，不远处传来一阵嘈杂的声音。我转
头一看才发现是数位工人师傅正在挖土和绑绳子，他们正打算把什么东西从地里抬出来。直到这时我才意识到大事不好。原来不远处的一处土坡呢，就是我发小家的祖坟，他们准备要抬的呢是棺材。按照道理这会儿其实我是应该要回避的，可是强烈的好奇心还是让我驻足在原地。我转头望了一眼发小，他没有要赶我走的意思，于是乎我干脆厚着脸皮继续的望着。然而呢，眼前的一幕可以说实在是太奇怪。按道理来讲，被抬出来的应该是一口棺材，可实际上这个棺材更像是一个大型的木盒子。简单来讲呢，可以看得出这个木盒子对于南方的传统来说实在是太过于潦草，更因为呢在土里已经埋了很久了，四周呢早就已经变得破败不堪了，甚至还露出了黑洞洞的窟窿。我本来以为呢会闻到奇臭无比的味道，可是呢不知道是因为在山里还是下雨的原因空气竟然清爽又舒适。思绪刚到这里，意外就发生了。接下来的一幕真是让我悔到肠子都青了。那个木盒子竟然碎了，工人师傅用麻绳捆在棺材的前后，想要抬起，可是谁都没有想到，因为长久的岁月，这个容器呢早就没有了原来应有的强度，于是便没有任何征兆的从中间断了开来。土坑里面当即甩落了好多黑乎乎的物体，不可名状的块状组织和骨骼掉了一地。我实在不知道要去怎么描述这些，我只能说亲眼看到的这些东西远比电影特效要来得更加可怕。虽然呢已经不是很完整，但仍然可以明显的分辨出人类躯干的特征。而让我真正感到不安的不是眼前人类的遗体，而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因为意外掉落土坑里的很多组织早就不可分辨，但是在最外围却有一个非常好认的部位，那是一个手掌，准确来说呢是一部分手臂连接的手掌，几乎呢还完整的连在了一起。这个手的比例让我觉得特别的奇怪，感觉非常的短，准确来说是手指特别的短，因为比例呢是明显不协调的。于是我迅速的数了一下手指关节的数量，1节2节，居然大部分手指只剩下2节，而且呢不是齐刷刷的没有了1节，有几根手指甚至断了一半，断口非常粗糙不规整，不像是因为意外或者人工切掉，而像是生前呢一直在挖什么东西，硬生生挖断的一样。我突然呢头皮发麻，总感觉怪怪的，倒不是说被眼前的一幕吓到，而是突然有一股熟悉感，和这种场景的连接呢让我感到了巨大的不安，却又一时半会儿想不起这种情感从何而来。就在这时我的朋友面露难色的轻轻拍了我一下，我才意识到刚才非常的失礼。事实上并不需要他赶，我也超级想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很快我调节完心情回到家中安心过完节日，就回到了我工作的城市继续生活。城市的快节奏和现实的压力让我很快的忘记了那种恐惧感和寻找回忆的冲动。而就在一次下班和朋友的酒局我所有恐怖的回忆都被我朋友的故事给勾了出来。结合故事的主人公呢，和我们另外一位朋友家乡的乌龙事件呢，我们产生了很多的联想，或者说是许多可怕的联想。于是乎更多的细节被10几年后的我们慢慢的挖了出来。根据这位朋友的回忆这位老人当时差不多是60岁左右的年纪，因为脸上的皱纹和体态和他家的老人都是非常接近。于是乎我们做了一个大胆的假设，把时间呢往前推回60多年，也就是大概1960年左右。我们想看看当时在我朋友的家乡那里是否有发生一些自然灾害之类的问题。果不其然在那个地区的58年到60年之间曾闹过非常严重的饥荒。据那些学术界不完全的统计，浙江省在那个年代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估计在100万人左右，约等于浙江省1962年总人口的5%。再实在点说，当时很多的浙江人为了活下去，甚至都逃往了当时物资相对匮乏的江西那边，因为那边呢至少还有一口饭吃。直到大概90年代左右，浙江省周边慢慢的发展了起来，到江西去逃亡和扎根的那些浙江人才慢慢回到他们的故土。故事到了这里呢，很明显必须要点到为止了，再往下面讨论明显就不那么合适了。相信大家已经有了一些自己的想法，或者跟我们一样产生了很多的联想吧。而且毕竟呢，大家都是受到唯物主义的教育长大的，对不对？相信呢，大家一定不会把这个故事太当真。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相信这个世界上的遗憾真的是多如
如牛毛，而其中的大部分只能选择遗忘或者忽视，因为这个背后的真相可能就如同深渊一样，根本无法直视。好啦，今天的故事就是这样的，不知道各位观众老爷们是否满意呢？不过关于今天故事有一点要特别声明的，就是今天的故事虽然是真人故事，也是我身边朋友发生的故事，但是呢，故事就是故事，相信各位观众老爷们一定不会把这个真的当回事情，一定会用一个非常娱乐的心态来看待《火山鬼话》这档节目。然后呢，未来的《火山鬼话》其实是有点想往这种真人的故事或者民间的一些怪谈的方向继续发展下去的。所以呢，如果观众老爷们自己有好的故事和亲身经历的，或者身边的朋友也行，请一定记得在底下评论或者私信发给我。如果好的话，未来我会把它做成另外一期《火山鬼话》，然后跟大家分享。那就是这样子了。如果今天这期《火山鬼话》你感到还不错，还可以的话，请一定记得给我们一键3连，因为这对火山社非常重要。相信呢，下一期《火山鬼话》也很快会跟大家见面。我们下期再见，拜拜。